这是怎么了？小格雷修，你再不起床，好吃的都要被我吃完了。小格雷修也想和我一起看漫画，那可太好了，我最喜欢边看边聊啦。谢谢骑士先生。这是什么？格雷修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格雷修，你筷子用的真好。哎，难不成小格雷修偷偷练习了一晚上，就是为了在今天露一手？傻无名，今年的猫鼠游戏可就办不成了。你是什么侦探吗？来的也太快了吧！我才看了10来页呢。抱歉，这可能是我的直觉吧。直觉。格雷修，格雷修，骑士先生，你在那里吗？格雷修，你今天开心吗？我很开心，就像走在棉花糖上，每一步都很甜。啊，希望明天也能像今天一样开心。啊！格雷修，你终于醒了。骑士先生，早上好。你现在应该说下午好才对。我睡了这么久吗？是啊，你真的睡了很久，久到我都有点害怕了。抱歉，下次我不会这样了。这次是因为很久都没有睡得这么香，所以才久违的赖了床。居然真是这样，我还以为这是苏为了安慰我才编出来的善意谎言呢。苏叔叔不会这样啦，倒是骑士先生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绷得太紧了。或许是吧。对了，先别说我了，你感觉如何？我现在感觉很好，说不定最后一张原画今晚就能画完呢。小孩子不能熬夜。我明白，骑士先生，但格雷修他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骑士先生，那些你没办法对我挑明的真相，我已经想起了一些，虽然肯定没有你记得的今天多，但这一次，我想和你一起努力。骑士先生，这种时候要开心一点，好吗？而且，
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。骑士先生，在过去，每当我产生想要离开的想法时，这一天都不允许我和大家告别。他会强行中断一切，再把我拉回原点。但现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并没有这么做，所以这反而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，对吧？对。那么，就由我去做到这一点吧。你不需要我陪你一起吗？不用啦，我偶尔也要勇敢一回呢。华姐姐，格蕾修，怎么样？这一觉睡得还好吗？这应该是我睡得最好的一觉了。你这一睡，算是把骑士先生给吓坏了，连丹珠也趁此机会，对回来时衣衫破了几处的我，好好说教了一番。无论如何，在照顾自己这方面，我们彼此都需要更加注意。不能总是让那些关心我们的人担心。我明白了。说到这个，华姐姐，我可不可以考你一个问题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那我问了，在休眠舱睡觉的时候，我总是会把华姐姐以前送我的玉佩戴上，你猜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认为它能保佑你这一趟旅途平平安安？对了一半。那么，是这块玉佩给了你安全感吗？就像过去，你总喜欢把大家送你的礼物分门别类地堆在床上，打造自己的专属空间那样。不过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华姐姐没能猜出来。我选择戴上它，是因为它和华姐姐一样，总是暖暖的，哪怕进入休眠，这份温度也会不断提醒我，让我知道我仍在梦里。但现在，哪怕我已经意识到这是我创造的梦境，却仍旧没有感受到玉佩的温度，这就说明外面很可能已经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。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梦，而我也是你梦中的花。果然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华姐姐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你是觉得不应该告诉我真相吗？不，我反而觉得自己应该更早一点告诉你，这样你就不用在这里一直陪着我，不断重复这一天了。你错了，格蕾修。无论你问我多少次，恐怕我的回答都不会改变。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刻，就是我最开心、最放松的时刻。我也是啊，华姐姐。接下来就该找丹珠姐姐了。不过，就算我不去找她，她也会急着来找我的吧。丹珠姐姐，苍玄姐姐，小格雷修，小格雷修，这次是我考虑不周，一口气拜托你画了这么多张画。虽然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那些画，但我也不希望看到今天的事再次出现。格蕾修，丹珠她
因为这件事自责了一个上午，但好在你真的只是因为太累了，才睡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不然今天熬夜的人可能又要换一个了。抱歉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别这么说，人没事比什么都好。不过看小格蕾修的样子，似乎还有别的话想说。我猜和你之后的打算有关。姐姐们猜对了，我要和骑士先生一起离开这里，因为这里只是我的一场梦。苍玄，你怎么看？格蕾修不会说谎，不如说，当他说出这件事时，我感到很欣慰。苍玄姐姐，不过，既然你意识到了这里是梦境，我们这些依托想象而生的人，应该过不了多久，就会重新融入你的记忆。而在那之前，或许梦境之外的我已经得到了答案，但此刻的我，对它依然一无所知。丹珠，创作神话对你而言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原来你一直想问的就是这个呀。就是因为它并不重要，所以我才会一直拖到现在吗？好吧，既然姐姐你突然这么认真，那我也不能敷衍了事。姐姐，我们毕竟是普通人，在新的文明刚刚诞生的现在，能活到100岁都算奇迹了。这100年对于文明来说当然算不上什么，但对于我们自己却又足够漫长。你也知道，我不像华那样有责任心，无论过去或未来，我都不打算让他们影响我的生活。要是有选择，我肯定不会接受一份贯彻始终，没有物质回报，还要全凭意志和信念去推动的工作。顺带一问，你会吗？如果这事儿有得选，谁会啊？所以，当我终于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。既然坚持如此困难，那当然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大家快快乐乐坚持下去的环境呀！我要扭曲所有未来人的意志，让他们将我们曾经的一切传承下去。我不仅要让先行者们的努力被所有人称颂，还要让那些人在遥远的未来能够自己创造出我最喜欢的东西。无论手办、漫画、小说还是游戏，我都要让他们在文明中永远存在，成为所有人的不朽丰碑。这就是我创作一切的起点，也是先行者对我而言的意义。还真是自我，不过倒也不坏。那当然，哪怕时间过去了3000年、4000年、5000年，我的神话也一样会烙印在这片大地之上。而终有一天，他们会知道，天海并非幻想，如日不无可能。至于他们究竟会不会做得更好，格蕾修，就拜托那时的你再画一幅画，来告诉我们吧。然后是凯文叔叔和苏叔叔。格蕾修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凯文叔叔、苏叔叔。真想不到，我们才刚刚见面，就又要彼此分别了。苏叔叔，这也是你的能力吗？与能力无关，你的眼神已告诉了我一切，它没有半分迷惘，饱含对未来的憧憬。一如你去年决定离开我们的暂居地，独自旅行时一样。那段时间，我真的很感谢苏叔叔和凯文叔叔的照顾，当然，现在也是。如果说照顾，恐怕还谈不上，毕竟除了一个稍显简陋的房间，一段并不长久的陪伴，
以及一个又一个旧有的结局，我们什么都没能为你留下。格雷修，凯文叔叔，事实上，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是你自己走出了过去在你灵魂中投下的阴影。尽管尚未融入陌生而崭新的世界，尽管尚不知晓未来当何去何从，但你已不会为悲伤和痛苦激流脚步，亦不会为瞬息欢愉久期幻梦。对我而言，这倒属于能力的范畴。不过即便是幻梦，只要梦者有心，那一缕连接虚实的丝线便不会轻易断去。是啊，他一直都在那里。最后，就剩我们了，骑士先生。